半小时后，第一批要离开这里的死士便乘坐升降机陆续来到地面。由于一晚上要有上百公里的急行军，老人和妇女无法跟上这么高的强度，所以死士们便带着2岁到10岁之间的孩子一同出发。为了不给后面老人、妇女撤离增加麻烦，这些死士打算背着这些幼童赶路，毕竟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者。叶晨又不让他们带任何行李细软，带个孩子对他们来说毫无压力。这些从未在清醒状态下走出矿井的死士和孩子们，顾不得好好感受一下，便立刻开始在各自小队长的组织下进行列队，随后便在萧奇卫的带领下开始朝着中转站出发。从这里到李亚林买下的食品厂，沿途全是磷酸盐产区，只要稍微绕一点路，就能够避开人群集中的区域。而且由于死士们都是武者，身体素质比常人强出太多，所以他们一路避开大路，直接在磷酸盐堆积的沟壑上行进，几乎就是无人之境。更何况武者的敏锐度比一般人也要强上许多，所以沿途有人，他们也能提前发现对方并悄无声息地避开。大量死士背着孩子一路狂奔，李亚林也安排好了万龙殿的成员提前接应。几个小时之后，这些死士们便在夜色的掩护下陆续抵达了食品厂。此时的食品厂内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临时落脚所需的一切，而且这些死士以及孩子们一辈子都在高强度的军事化管理下生存，纪律性极高。2000多人陆续抵达，整个食品厂都没有丝毫混乱，每个人都极其遵守纪律，尽可能不说话、不移动，必要的交流也都刻意压低声音。就算有人从食品厂门口经过，也不会相信里面此时聚集了2000多人。所有的死士都在天亮之前赶到了食品厂。李亚林将情况告知叶晨之后，叶晨也松了口气，随后便问他：李探长，物流公司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李亚林道：已经买下来了，跟食品厂一样，我跟那个老板签了一个分期付款的协议，给他留了一个空子可钻，等我们走了之后，物流公司还归他所有，他一定会保守秘密。说完，李亚林问他：叶先生，其他人准备什么时间撤出？我好安排车辆过去接应。叶晨道：我也是买了天际线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天上到处是遥感卫星，稍微有点实力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军用卫星，很多企业也有自己的民用卫星。这些卫星只要在光照好、能见度好的时候全在拍照。如果我们白天从杜克矿业发车，说不定就会被某一台卫星捕捉到，这样风险太大，所以我们把运输的工作放到晚上进行。你安排好车辆，天黑之后出发来杜克矿业。好的，李亚林不假思索地说道。我让万龙殿的将士们提前准备好，所有车辆都由他们驾驶。叶晨又问：从食品厂到海上的路线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李亚林道：伊苏航运几乎每天都有船进出直布罗陀海峡，这次万殿主带的将士有一些便是摩洛哥以及周边几个国家的人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会乔装打扮成寻找工作机会的船员混入渔港。我还安排了几名摩洛哥籍的将士去码头物色渔船，今明2天便可陆续成交，到时候就能利用这些渔船将人送往货轮途径的航线，10天之内就能把所有人都送走。万龙殿将士众多，虽华裔占了多半，但其他族裔的人数依旧也在万人之上。如此庞大的基数，找一些非洲裔的将士并非难事。叶晨问他：渔港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会不会引人注意？不会。李亚林道：本地的渔港管理本就十分混乱，大大小小渔船几千条，大部分都是周边地区的渔民。船东的情况复杂一些，哪儿的人都有。这些渔船之间只有一些小圈子，没有大圈子，再加上安排的都是本地人，不会引人耳目的。而且这边的海岸线边防也很松懈，军队就算查，也主要查进口走私，只要回港的船没有什么违禁品，就肯定不会暴露。我们可以提前再从海上跟阿尔及利亚的渔民买一些渔货，伪装成我们的收获，肯定能瞒天过海。好的，
叶晨道：“每天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也不算少，就算他们追线索追到海上，也基本就石沉大海了。就这么办吧，后天夜里，所有人都会撤到中转站，当天深夜就开始向海上转移。”李亚林立刻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我会做好一切准备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。”见李亚林已经万事俱备，叶晨也放下心来，随后便开始着手安排那些老人和妇女要转移的老人。妇女不止死士的家属，还有这些骁骑卫的家属。三营的骁骑卫已经将这些人分成了若干个小组，每个小组的成员大概在80人左右，每个小组乘坐一辆封闭式货车，只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便能抵达食品厂。由于车辆晚上才到，所以整个白天，骁骑卫们都在全力以赴地开采和生产。叶晨相信整个杜克矿业的死士、骁骑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不会有叛逃之心，唯一有可能叛逃的就是宋如玉，毕竟自己是用 AI 视频威胁宋如玉就范。不过这种威胁对他来说，最好的解决方案其实是逃走。只要他能逃走，就能把情况汇报给破青会， AI 视频对他自然也就没了威慑力。正因为如此，叶晨才要求宋如玉除了上厕所之外的时间全部都要跟自己待在一起，并且告诫宋如玉，任何时候不得离开自己3米之内，否则就彻底废掉他的修为。宋如玉知道自己不对叶晨的对手，所以也只能乖乖就范，而叶晨也不休息，晚上盯着死士们陆续出发，剩下的时间就在紧盯生产进度。宋如玉也只能被迫随他一起。中午时分，当叶晨站在高台上，看着远处采区热火朝天的景象时，尹逍遥来向叶晨汇报，恭敬说道：“叶先生，站台上所有的货物都已经入库了，今天下午要发走的磷酸盐也已经装车完毕，下午摩洛哥国铁的列车会牵引一列空车皮过来，再把这一列满载的磷酸盐拉到卡萨布兰卡港口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把所有易燃物都归拢起来，妥善保管，离开之后把这里烧成废墟。”好的。尹逍遥重重点头，道：“我们有自己的油库，储量超200吨，大部分都是供给这些工程机械的柴油，除此之外有几十吨汽油，这些燃油全都在地下油罐里存放，随时可以抽出来。”叶晨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有这么多燃油，足够把这里烧成灰烬了。”